郑华示意佣人出去，还让儿子看着佣人出去。等到佣人走了，郑一帆关上了病房门，然后回到病床前坐下，伸手就从果盘里摘了几颗葡萄吃。爸，阿晴有没有说接班的事？母亲死了，郑一帆觉得凤琴该接班了。公司上下也在等，不知道他是个什么章程。虽说公司不至于敌，但是一间公司就如同一个皇朝一样。以前的皇朝是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我们是公司不能一日没有当家人。郑华老脸拉得老长，没好气的道：别说接班的事，那个死丫头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的，你妈活着时都被她气了无数次的。她若不是你妈的亲生女儿，坟头草都长出来了。死丫头说要将凤氏的一切还回去，还有你妈的财产，她也说要用来补偿凤莹他们。你说有这么笨的人吗？这怎么行？郑一帆叫起来，他不接管凤家的一切，还说得过去，那边想来也不会让他上位。但是我妈的财产我们都有份的，他一个人不能做主。他那么好心要补偿那些人，就拿他的钱去补偿，可不能动用我们应得的那一部分。爸就没有拦着他。虽说我妈是害死大姨才得来的家主之位，但我妈也在家主之位上做了几十年，她也有接班人。现在我妈死了，就该是阿晴上位的。爸说的没错，那死丫头与我们不是一条心。郑一帆想杀了妹妹的心都有，可不是，他还威胁警告我，说你妈向我开枪，就是不想我端着父亲的架子。对，他要求这要求那的。还有你妈当初立了遗嘱的，后来有没有修改遗嘱真的不知道。要是你妈修改了遗嘱，一切都留给凤晴，那咱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以那个可能性，郑华在心里骂着刚死去几天的老妻，害人不浅呀。郑一帆说道：爸，你放心，我妈怎么说也是我兄弟3个的亲妈，她不可能修改遗嘱，将一切财产都留给凤晴的，放心吧。我等会儿就去找田律师问问他，我妈后来有没有修改过遗嘱，若是没有，就按以前我妈说的那样分。想到就是那样分，凤晴也能分得比他们多。郑一帆又骂凤晴，将她骂得狗血淋头的。当然了，他也只敢在父亲面前骂，不敢当面骂凤晴。他知道妹妹在某些方面跟母亲如出一辙。那晚发生的事，郑一帆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。得亏母亲的手枪里只有几发的子弹，若是子弹多，难保母亲也朝他们开枪。母亲偏心妹妹，好像妹妹才是她的孩子似的。希望没有吧。不过一帆想来那边也还没有安排好的，毕竟快过年了，公司马上就要放假，需要到年后才会决定一切。趁还没有决定下来，你兄弟3个在公司里能捞到多少就赶紧捞，还有赶紧回到大宅里去。你妈有大量的珠宝，件件都价值不菲，你们都拿走，大宅里其他值钱的软件也都带出去，硬件就不用动了。他们凤家每一任家主都是住进凤家大宅的，有很多东西是固定的，不能变动。你妈收藏的那些字画、古董都很值钱，就要带走。凤晴那丫头说得出做得到，我们父子4人未必能拿到你妈的财产，唯有这些珠宝、字画、古董可以先下手为强，拿出去，以后变卖了能换很多很多钱，够我们花一辈子了。儿子们能不能花一辈子他不知道，反正够他花一辈子。他都70几岁了，还能活多少年？郑华想，他顶多就活到80几岁，拿走那些东西变卖换来的钱，能让他花得很潇洒。老七收藏的字画有好几幅是大家的真迹，很值钱的。古董也是，所有收藏品全都拿出去变卖，保守估计能换来几个亿。更不要说那些珠宝了，女人吗？哪怕是女强人也喜欢珠宝的，凤月也不例外。她的珠宝有很多还是凤家历代家主代代传下来的，
比起现在市面上那些珠宝更有价值。郑一帆先是两眼放光，很快又神色黯然。爸，现在大宅除了阿晴能进去，我们都不允许进入了。谁拦你们了？郑华心惊地问。商太太留了人守住呢，她也安排了人进去，里面的佣人也被换掉了，就连管家都撤了。郑华，他凭什么？郑一帆不说话。凭商太太姓凤，是上代家主的长女，本该是凤家的家主的，被他妈害得不能接班。如今人家回来要夺回一切，随着他母亲和杜先生的死去，其实已经尘埃落定。凤家即将回到上一代家主的后人手里，凤家大宅也由不到他们做主了，他们不再是凤家大宅的主人。虽说商太太或者海玲还没有真正接管凤家，大家都知道8、9不离10的了。现在族中之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是恶劣得很，让郑一帆气愤不已。凤氏族人，你老娘都想烧死我们，还想我们对你们笑脸相迎吗？郑华气得半死，亲生女儿不听他的话，还威胁警告他。这就算了，老七的那些珠宝、字画、古董居然也不能带走，那可是好几个亿啊！郑华的心在滴血。公司的钱我们也不能挪走，那是挪用公款，分分钟被告要坐牢的。郑一帆悔不当初地道，都怪我们不听爸的话，当初要是听爸的，早早就收拾一切回老家去，我们说不定还能得到多一点东西。现在说什么都迟了。还好他们名下还有点事业，有点家底，他们的老家里也有点小生意，有几栋房子出租，有3、5个店面，靠收租也能过日子，就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潇洒，花钱无节制了。母亲活着时，郑一帆嫌母亲太过于强势，总是骂他们，管着他们。当失去了母亲，他才意识到，还是有妈更幸福一点呀。母亲再偏心妹妹，对他们兄弟3人也不薄，至少物质上不曾亏待过他们。凤晴不管父兄在说什么，其实也能猜到父兄们会说什么，铁定是骂他呗。他让方瑶送他回公司，刚回到办公室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开水，还没有喝上一口，秘书就打了内线电话给他，说是海玲来了，请他进来。凤晴说道，他没想到海玲这么快就过来找他，应该不是让他腾位置，可能是关心关心他。数分钟后，秘书带着海玲进来，你出去做事吧。凤晴让秘书出去。等秘书出去后，他与海玲对视片刻后，有点不知所措地道，海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，反正我不是来杀你的，就是不用紧张的。海玲自顾自地走到沙发前坐下。凤晴自嘲的道，杀我只会脏了你们的手，就是他的母亲表姐他们也不想亲自动手，嫌弄脏他们的手。喝点什么？最近都没有睡好，精神不济，有咖啡的话给我来杯咖啡吧。凤晴放下了他的水杯，应着，好，我去给你煮杯咖啡，我也想喝。他同样没有睡好，天天都靠着喝咖啡续命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凤晴端着2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出来，看到海玲脱下了外套，她问会不会觉得热，我去将暖气的温度调低一点。海玲淡淡的道，不用了，就是从外面进来就会觉得热，脱了外套待在凤晴的办公室里刚刚好，不冷不热的。凤晴将其中一杯咖啡放到海玲的面前，又去拿了点零食过来放在海玲的面前。海玲不急着喝咖啡，抬眼打量着凤晴，见凤晴看起来很是憔悴，黑眼圈严重，一看就知道是伤心以及睡眠不足所致。凤月于他们来说是老巫婆，却是凤晴的亲妈。我现在这样子是不是很难看？凤晴问道。是挺难看的。凤晴还一身素净。海玲也是老实的说，不如平时漂亮。我本来就不漂亮，
凤晴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美人，她只是略有几分的姿色，不像大姨的后代，女性都很漂亮，很有气质。表姐已经要步入老年了，但保养得极好，依旧风韵犹存，也能看出表姐年轻时是个美艳女子。商小飞和海玲姐妹俩都很漂亮，你也不难看，很多人都没有你这样的颜值气质。海玲端起了自己的那杯咖啡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，没有其他事。你要保重你自己的身体，这个你们大可放心，我是不倒翁，不会倒下的。我表姐他们呢？都回去了吗？凤晴问起商太太等人。还没有，我大姨在乔涵家里。钟爷爷说要待久一点，说想和老范先生好好的聊聊。费先生那一辈的人还活着的真没有几个。凤晴默了默后说道，他重回故土是该多待些时日。海玲，你回去跟我表姐说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会将大宅腾出来，给你们搬进去的。我当初说过的话依旧算数。海玲没有马上说话，她优雅地喝着咖啡，喝了半杯后放下了杯子。她望向凤晴，凤晴也看着她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看了对方足足2分钟。海玲才敛回了视线，淡淡的道，不用着急，过了年再说吧。我大姨也还没有说个章程出来。凤晴同样放下了自己的那杯咖啡，还是要腾出来，再请人打扫一下卫生。你们暂时不搬进去住也无妨，空一空，散去我妈住过的味道，免得你们觉得隔音。凤家大宅不属于家主的私产，那是公代代家主以及他们的家人住的，每换一位家主都得搬进去住。不过家主历来都是他们嫡系一派的女儿接任，当老家主退休，新家主上位，依旧是一家人，根本就不用搬家。故而凤家大宅名义上不是家主的私产，实际上等同家主的私产了，因为住的一直都是家主的子孙后代，外人除非是嫁进去的，否则都不能住进去。先过年吧。海玲缓和了语气，这马上就过年了，我有地方可以住的。凤晴知道海玲是不想她没有地方住着过年，她笑了笑，你们是知道的，我在回来之前就创业成功，有自己的公司，也有自己的别墅，房子车子票子我都不缺的。以前她缺个男人，现在有了方瑶，她就真的什么都不缺了。那个家我始终融不进去，住在里面也没有家的归属感，还是搬回我名下的别墅去，那才是我的家。我住着舒服，也没有心理压力。他都这样说了，海玲便没有再说什么，由着他要搬就搬吧。本来凤家大宅现在也被大姨管着的了，除了凤晴，大姨不允许其他人再进去。郑华以及他的3个儿子不再是大宅里的主人，郑华之前就被凤月赶出了大宅，住进了他长子的房子里。你爸没事了吧？海玲忽然问道。死不了。海玲嗯了一声，他真如我妈想的那样，想拿捏我。凤晴嘲讽地笑了笑，我可不是任人拿捏的。别说他和亲爸没有什么感情，就算有父女之情，他也不会让父亲拿捏他。海玲信任地道，我们都信你。凤晴忽然挺感动的，海玲，谢谢你，谢谢他们的信任。公司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来接手？若是需要我留下来带一带，帮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。我好歹在这里面混了2、3年，还是有点经验的。后期他站稳了脚跟，母亲不在江城的时候，公司都是他说了算。海玲再次端起咖啡杯，慢慢地喝着咖啡。他觉得凤氏集团由凤晴打理挺好的，只是凤晴终究是凤月的女儿，哪怕凤晴是个好的，凤晴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凤氏族人都不放心，凤晴也不愿意。他早就说过，不属于他的东西他不会要，是他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。
良久，海玲说道：“还是年后再说吧，我年前得办我的终身大事，没有时间管这些。”闻言，凤晴向他道喜：“海玲，你决定和陆总领证了吗？恭喜你，提前祝你和陆总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女吧。”海玲有了儿子，不必早生贵子了。以后海玲成了凤家的家主，她就要生个贵女当接班人。凤晴便祝她早生贵女。海玲笑了笑，接受了她的提前道喜，说道：“我和东明走到今天也不容易，考虑到我和他都不年轻了，就把事情办了。凤晴，谢谢你的祝福，孩子的事不着急，他现在没有精力去孕育孩子，他接不接管凤氏家族，他现在都很忙。新公司别看生意不错，其实还没有真正步入正轨的，只能说是暂时稳定了，那还是倚仗着妹夫他们的影响力。海玲也有女强人之心，她想努力摆脱妹夫等人带给她公司的影响力，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，真正的在商界有一席之地。凤晴却说道：“海玲，如果你接管了凤家的一切，我劝你最好早点生个女儿。你和陆少的年纪都不小了，不要等到太高龄才生女儿，怕你精力有限，照顾不好孩子，也怕年龄大了再高龄产妇，对你身体也不太好。想想你外婆就是高龄产妇，伤了身体，所以才给我妈机会。凤晴也是母亲高龄所生，凤月死时71虚岁，凤晴28虚岁，她母亲是43岁时生的她。有些人40几岁都当爷爷奶奶了，有些人却是40几岁还在生娃，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第二胎就是个女儿，万一你二胎还是个儿子，你还得再生第三胎，二胎与三胎之间怎么着也要间隔上3、4年吧。海玲，凤晴，你都说过不要老公就借个种生个娃，你说的那种情况是做试管婴儿，我二胎也可以做试管婴儿，生个女儿。或者她闪烁着漂亮的美眸，低声说道：“改一改规矩，接班人不论男女，只看贤与能。”凤晴笑：“海玲，我知道我为什么和你特别投缘了，咱们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。”他也想过，若是他上位了，他要一点点地改掉一些陋习。规矩，接班人不局限于性别，而看贤与能，有贤有能力的人，才能带领着凤氏家族重回巅峰。改了规矩，他们这些上位者，也不必为了生个女儿不停地生育，伤了身子。你说做试管婴儿，正规医院是不允许筛选性别的。凤晴低声说道：“除非你到国外去做试管婴儿，或者就按你想的去做，改掉规矩。接班人不再局限于性别，只看贤与能。当然，我还是觉得咱们女人当一家之主更爽一点，哈哈。”凤晴说完后笑了几声，海玲也笑，她也觉得她们女人当家做主更爽一点，特别是她当了3年的家庭主妇，受过了很多委屈后，虽然陆东明不会那样对她，现在的她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了，不过还是要努力上进，争取永远都不用依靠老公养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潇洒。我这婚还没有结呢，暂时不去想生二胎的事。你和方瑶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？凤晴，上一代的恩怨已经结束，以后你和方瑶结婚，记得请我们喝喜酒。海玲说道。他们对凤晴都有好感，凤晴做的一切，他们也看在眼里。说句实话，凤晴等于间接救过海玲。当初若没有她给海玲通风报信，凤月冷不丁向海玲下死手的话，就凭海玲身边那几个保镖还真护不住她。以前海玲对凤晴就有好感，那件事之后好感更甚。凤晴的笑意敛了敛，说道：“我和方瑶不着急，最快也要年底吧，现在这样也太乱。”海玲理解的点点头，你和方瑶心意相通就行。他很好，我和他也没有怎么约过会，就是知道彼此的心意。
他也说不着急，先恋爱，再订婚，然后再领证结婚。说按步骤来，别人有的，我也会有，我有的别人不一定有。你和他在一起，我和我大姨都很放心，他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。凤家的训练基地里培养出来的人，还是很优秀的，主要是忠心。而且哪怕少主最后不接班，他们依旧跟着少主，真正做到不是二主。提到了商太太，凤晴的笑意一点都没有了，换上了小心翼翼。她问：我表姐有说什么吗？她对大了自己几十岁的表姐还是有敬畏之心的，哪怕她自己也有事业，但跟表姐比起来还是差了点儿。表姐很有气势，又不失高贵端庄。我大姨没说什么，只叫我有空了过来看看你怎么样，说劝劝你不要太伤心，你妈那是咎由自取。沉默了好几分钟，凤晴苦笑的道：我知道我妈是咎由自取，我不怨任何人，但她是我亲妈，亲妈死了，我身为女儿说不难过那是假的。这几天我吃不好睡不好，浑浑噩噩的，总觉得做了一场梦似的。海玲从她的黑眼圈和脸色看得出来，她这几天的确过得不好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总要时间恢复一下。放年假的时候出去走走散散心。海玲劝着她不要老是窝在家里，睹物思人更难过。凤晴说的在理，不管凤月有多坏，她都是凤晴的亲妈，亲妈死了怎能不难过？人活到99，母亲还在，都还是个孩子，妈不在了，就感觉自己成了个孤儿。海玲也经历过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她还是骤然失去双亲，那种痛苦难以形容，简直就是天都塌了。痛失双亲后，还要被爷爷奶奶他们赶出家门，她永远都忘不了姐妹俩被爷奶赶出家门的那一天。下着雨，他们不顾她姐妹俩还没有成年，将他们少得可怜的东西扔出屋，赶着他们走，然后他们无情地关上了门。父母的赔偿金，姐妹俩分到了20万，也是村里的干部看不过眼了，强硬的干涉，她姐妹俩才能拿到20万，否则他们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。虽说有了20万能够保证姐妹俩的生活，但是当年姐妹俩一个15岁，一个10岁，都还是孩子，以前有父母宠着，没有经历过磨难，这骤失双亲，又被赶出家门。妹妹年纪小，经常哭着说想爸爸妈妈。她安慰妹妹的时候，往往到最后是她与妹妹抱头痛哭。如今凤晴的心情，海玲能理解的。凤晴还比她姐妹俩幸运太多，因为凤晴已经年近30，还有父亲有3个哥哥，也没有人能将凤晴赶出家门。我会出去走走的，替我向我表姐道谢，公司和家族事务，问问她什么时候过来交接，我随时配合。我妈的死，我也不会怨恨你们任何人，那是母亲咎由自取，就算母亲没有自杀进去了，怕是也无法再活着出来。好，那你先忙，也不要在公司待太久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海玲起身叮嘱了她几句，便告辞而去。在外面，海玲遇到了方瑶，方瑶向她问好，她停下来跟方瑶聊了几句，便叮嘱方瑶好好照顾你家小姐，多陪她出去走走散散心，这几天特别要按着她休息，吃好喝好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谢谢海小姐对我们小姐的关心，我会的。海玲相信她，她爱凤晴如命。我也忙，先回去了。方瑶目送着海玲上车，看着海玲的车子驶出了凤氏集团，他才走进办公大厦。海玲在回公司的路上接到了陆东明的电话。东明，因为事情了结，海玲的心情相较于之前要轻松很多。陆东明也是。海玲，你在忙吗？陆东明话里带笑，方便的话。
能来机场接我？不方便的话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你过来了。海玲低叫着，脸上的笑容却收不起来。两个人平时都是靠着电话联系或者视频通话。陆东明想他想得厉害，海玲还好一点。他精神高度紧张，又因为工作忙，只有晚上要休息的时候，才有一点时间想一想儿子和陆东明。现在凤月和他那个助理都死了，我过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要不是你不许我过来，我也担心自己会拖累你。我是怎么都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的。陆东明已经下了飞机，坐在轮椅上，由一名保镖推着走，另一名保镖则拖着行李箱。陆东明这次过来，是打算住到海玲可以放假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回管城去。正好洋洋不在，两个人能真真正正的约约会。以往洋洋这盏小电灯泡太亮，两个人大多数时候都是眉目传情，都不好说甜言蜜语，怕影响不好。你已经下飞机了吗？海玲问他。正出机场。要不你别过来了，你过来接我们的话，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还是我打车过去吧，这样他也不用在机场等太久。海玲笑道，我是没打算过去接你，你要是提前告诉我，我一定过去接你。可你都不说，我现在过去是可以，就是你要在机场等1个多小时，还不如你们打车过来，大家都省事。我在回公司的路上，等会儿你直接来公司，快到了就发信息给我，我出去接你。陆东明笑着应，好，那我们自己打车过去，到了我就发信息给你。你刚才去哪里了？去了凤氏集团，看看凤晴怎么样了？她是个好的。陆东明抿了抿嘴，问道，她没有怨恨你们吧？那倒没有，从她的眼神以及对我的态度可以看出来，她并没有怨恨我们任何人，这本来就是他妈的错。凤月那是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。凤晴的3观还是正的，海玲自认眼神可以，能通过凤晴的眼神看出凤晴对她是不是真心实意的。刚知道凤晴这个人的时候，陆东明也曾暗中调查过，知道凤晴这个人的人品还可以，是个凡事讲道理的，帮理不帮亲。海玲，我要叫车了，等会儿见了面再聊，今晚一起吃饭，就咱们俩。陆东明想过2人世界，海玲爽快地答应他，好。结束通话后，海玲的笑意都止不住。坐在副驾座上的阿七扭头打趣了海玲几句，海玲边说她羡慕的话，你也找个女朋友，好好的爱一场。阿七没找到合适的，他们接近我，都是想通过我去接近大少爷的，还是算了吧，等我再老几岁，回老家去相亲，娶一个我老家那个地方的就行。那里的女孩子没有见过大少爷，也不太清楚我的工作性质，就不会有其他企图。阿七是被管城的那些女孩子利用怕了，说什么和他恋爱，追求他，其实都是醉翁之意不在他，在大少爷身上。因为他是大少爷的贴身保镖，跟在大少爷身边好几年了，深得大少爷的信任。也就是海玲姐来了江城，大少奶奶不放心，大少爷才安排他跟着海玲姐来了江城，他可以清静点，不用担心被人利用去接近大少爷。阿印和彤彤都结婚几年了，很快娃都要出生，那些人还老是肖想着阿印。海玲叹口气，男人太帅也是难守的，还好东明没有那么多人肖想他，可能和他脸上那道刀疤有关，还有他是个粗犷的人，管城的名门千金大多看不上他。洋洋初初还很怕陆东明呢，就是因为他脸上的刀疤，觉得他恐怖。偏偏陆东明很喜欢洋洋，总想抱抱他，又不会哄孩子，送给洋洋的玩具以前全都是风车。阿七立即替自家大少爷说话，海玲姐，我们大少爷没有2心的，
他心里眼里都是我们大少奶奶，除了大少奶奶，其他非亲人以外的年轻女性，压根儿就无法接近大少爷。以前没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大少爷天天带着我们这些保镖，就是防着那些花痴女。海玲姐，你想想商小姐，她当初追我们大少爷可是追了好几年的，最后还不是死心了。商小飞是知道战印已婚后，自己放弃了，他觉得以他商家千金的身份，不必跟别人抢一个男人。海玲说道，他们怎么能和我表妹相提并论？小飞三观超正，他喜欢你们大少爷的时候，他还是单身，当他表示他已婚，小飞再难过都放弃了对他的追求。很多人都像段小姐那样的，段小姐的事海玲是知道的，相信妹妹夫妻俩能处理好，她就不吭声。虽说最后是处理好了，但也证明了，哪怕战役已婚，依旧会有人对她有非分之想，妄想取代彤彤的。说到底，他们是觉得海彤的出身配不起战印，海玲想成为妹妹的依靠底气，所以大姨说让她来江城与凤晴争夺家主之位，她没有拒绝。若是她接管了凤氏家族，她就是凤家家主，哪怕凤氏家族的人脉几乎都在江城，至少可以证明了妹妹也是名门之后，家世背景就配得起战印了。还好战家没有嫌弃过海彤，海彤如今也有自己的公司，赚钱能力不错。不过依旧有人说海彤开公司生意好，也是傍了战印之名，说她若不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压根儿没有那么多本钱去投资，也没办法拿下那么多固定的客户，哪怕她的菜场一扩再扩，依旧不用愁销路的问题，再不济还有战事和商事给她都抵呢。嫉妒海彤的人，不管海彤做什么，他们都有话说的。还好海彤看得开，不在乎别人说她什么，用她的话说的，别人越是嫉妒她，她越要过好日子，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吧。阿七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他跟在大少爷身边多年，很清楚有多少花痴对大少爷有想法的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的确没有几个人有商小姐样的三观，傲气的，因为商小飞也足够优秀。总之海玲姐不用担心有人能取代我们大少奶奶，大少爷的性子我们还是了解的，大少爷对待感情专一，他们战家的男人都很负责任。海玲笑，我是相信阿印的，我又没有说过不相信他，只是说他长得太好看，身份地位摆在那里，容易勾走别人的心魂而已。不过越是多人喜欢他，越是证明彤彤的幸福，他也相信妹妹能守住战印，不会被别人抢了去。当然了，若是战印能被抢走，相信妹妹也会快刀斩情丝的。彤彤总是说能被抢走的不是真爱。阿七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？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，介绍几个给你认识认识。海玲是真心想给阿七牵红线，他又问负责开车的保镖，要不要给他也介绍一个女朋友。司机保镖连忙笑道，海玲姐，你还是先介绍给阿七吧，我比阿七小1岁的，不着急，过2年再考虑都不晚。我接触的凤家有几个女孩子还不错的，她的原生家庭风气也可以，父母兄弟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我再考察考察，若是可以的话，就给你们牵牵线。你们几个这几个月来尽心尽力的保护我，我铭记在心，不帮你们介绍女朋友，我都过意不去。他们只是奉命行事，跟着海玲姐过来，拿到的工资和奖金比留在大少爷身边时还要高呢，实在不用海玲姐再为他们的人生大事操心的。不过若是真有好女孩，见见面聊聊也是可以的。海玲回到公司，总算有心思工作了。忙了一会儿，临到傍晚了，才收到陆东明发来的信息，告诉他还有2分钟，他就到了他的公司。
海玲便收拾好，下楼去接他，同时也打电话给大姨，告诉大姨不必等他回去吃饭，他在外面吃，也告诉大姨陆东明来了。商太太听到陆东明过来的话，笑道：东明还真是心急，来得真快，行，大姨知道了，你们俩好好聚聚。陆东明惦记着他大外甥女，怕是都想疯了。海玲走出办公楼的时候，就看到了一辆车轿车停在公司门口。很快，陆东明下了车，他站在一旁，等着保镖从车上搬下行李箱以及轮椅。他似乎能站上好一会儿了，应该也能走得更远一点了吧。一段时间没见，海玲并不知道陆东明复健做得如何，他只跟他说，他每天都坚持做复健，争取在他们办婚礼时能够像正常人那样走路。他真的不想坐着轮椅和他举行婚礼。海玲笑着走出去，陆东明看到他走出来，咧嘴边笑，人也跟着往里走。保镖推着轮椅跟着他，叫喊着：四少，坐下吧，别走太多的路。另外那个负责拉行李箱的保镖说着同事：四少看到海小姐了，哪里还能坐得住？四少爷已经能走上一小段路的了，就是步伐还有点拐呀拐的，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，这已经算是恢复得很好的了。四少爷去复查时，医生都夸四少爷恢复得很好，本来医生认为四少爷要花上好几年才能走路的，没想到四少爷做了几个月的复健，就能走上一小段的路，恢复得真好。也是四少爷的意志力强大，那是医生不知道四少爷无数次崩溃，幸好有海小姐。海小姐就是四少爷的精神支持，推着轮椅的保镖就不说话了，就怕四少爷坚持不了多久会摔着。还好海小姐看到四少爷自己走，飞快地跑出来：东明，你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小心点。海玲边叫喊着边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，她刚跑到陆东明的跟前，陆东明就一副坚持不了，要跪倒在地上的样子。海玲抢上前去搀扶住他，使他免于与地面亲吻。两名保镖很识趣地停下来，暂时不上前去。拖行李箱的保镖小声对同事说道：四少爷是故意的。同事看他两眼，小声说道：看破不说破，别说那么大声，让四少爷听到了扣你奖金。那名保镖赶紧闭嘴。四少爷对海玲小姐那是日思夜想，好不容易能过来见一面，四少爷会装一装，博取海小姐的心疼，很正常。都叫你别走那么远的路，你还不能走太远，摔着了我会心疼的。海玲轻斥着陆东明不该强行走进来，